每年的征兵工作大约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程序：一、动员，动员大会之后，当然就是报名；二、目测，淘汰一批；三、初步政审，淘汰一批；经过2轮淘汰之后，四、送公社体检，这里就要淘汰一大批。主要的问题有沙眼、中耳炎和肝肿大。乡下的孩子除了病得起不了床，一般来说是不去医院的。眼睛上有点小毛病，耳朵上有点小毛病，忍一忍就过去了，这就留下了后患。还有一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就是肝。乡下长大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营养严重不良。最关键的是，营养严重不良的身体从小还要承担超负荷的体力劳动，时间一长，肝就肿大起来。体检的时候，医生的手指沿着你的肋缘摁下去，肝脏超出肋缘0.5公分就不合格了。就是这个0.5，撂倒了多少热血青年。体检合格者5，政治审查，并递交严格的正式的政审材料，再淘汰一批，最后能够留下来的，那真是天之骄子了。想想也是，当兵是多大的事，祖国和人民要交给你，靠你保卫呢，一点点也不能马虎。每一年的征兵都是一次群众运动，既然是群众运动，村子里照例都要贴出彩色标语，写上一颗红心2种准备，响应祖国号召，服从祖国挑选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，提高警惕，保卫祖国，兵民是胜利之本，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样的口号。口号一旦到了墙上，它就再也不同于口号了。它不是振臂一呼，不是脱口而出，它是书面的、肃穆的、深思熟虑的，带有放之四海的效力，还带有真理和法律的功能。动员大会一开完，端方就来到混世魔王的大仓库，两个人面面相觑了，是报名呢，还是不报名呢？拿不定主意了。其实报不报都是一样的，对于王家庄来说，任何与组织相关的事情，结果往往都在事前，不可能在后头，这是组织办事的一个特点。换句话说，端方和混世魔王当兵的事，结果其实已经出来了，即使体检合了格，也只能说明你的身体还不错，别的你就不要指望了。然而两个人无声地商量了一遍，还是要报，完全是意气用事了。年轻人就是爱意气用事。可是话也要反过来说，不意气用事，那还叫年轻人吗？端方和混世魔王在这里热热闹闹的报名体检。有一件事情他们其实是不知道的，今年的征兵不同于以往，情况特殊了。往年的人数一直比较多，一般说来，全公社都有70到80个不等，每个村都能摊派到2、3个。今年不同了，征的是特种兵，全公社统共也只有52个名额，最终分配到王家庄的也才1个，还是吴曼玲争取过来的，只是没有对外宣布罢了。早在接到通知的时候，吴曼玲在心里头就内定了，给端方，他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和端方单独的谈一次，把支部的决定告诉他，这样正规一些，只不过还没有来得及。初步政审的时候，吴曼玲就想把混世魔王掐死，转一想，不能，刚刚被他强奸过，风声有没有漏出去，现在还不好说。万一村子里有什么风声，他一捏，等于从反面证实了这个事情，不能够。他翘上他的腿，若无其事，附带还开了几句玩笑，帮着混世魔王说了几句好话。吴曼玲有吴曼玲的算盘，指不定他的体检还过不了关呢。
就算是过关了，还有最后的政审这一道门槛，到那时就用不着他这个支书来说话了。谁想到混世魔王的体检就是过了，他怎么就不瞎不聋，嘴里不长疮，背上不淌脓，身上不生癌的呢？吴曼玲对混世魔王有彻骨的恨，但恨归恨，最主要的还是怕。作为一个村支书，作为一个姑娘家，他是有顾忌的。相反，混世魔王肆无忌惮。吴曼玲真正惧怕的，其实正是这一点，怕他的肆无忌惮。这个人已经疯了，他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，就算是把他送过去坐牢，进一步说，就算是把他枪毙了，吴曼玲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他这个村支书还当不当了？不能玉石俱焚呐！吴曼玲想把唯一的名额留给端方，其实也是有私心的。她想在端方临走之前和端方好上那么一些日子。是的，她想和端方好。这个好是什么意思，很难说清楚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好特别的迷人，想起来就叫人缠绵。一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就悬在那儿，缭绕在那儿。当然，这个好肯定不是恋爱，不是谈婚论嫁。要是真的让吴曼玲和端方谈恋爱，最终嫁给他，吴曼玲不情愿。说到底，端方还是配不上的。可是配得上自己的小伙子又在哪里呢？没有。比较下来，还是端方了。端方有文化，模样也好，牙齿白，主要是身子骨硬朗，有一种可以靠上去，可以让人放心的身架子。这些都是吴曼玲所喜欢的。还有一点是最为重要的，端方是毕竟要走的人，就是好也好不长久。他一走，其实什么也就没有了，从此就天各一方，再怎么好也扯不到谈婚论嫁上去。吴曼玲在这件事情上用心深了，都有些痴迷了，就想着能和端方早一点好起来。好起来是怎样的呢？实在也没有想好。吴曼玲为这件事情都专门哭过3、4回了，心里头也知道她这样做其实是不好的。可是想好的心思就是这样，一旦动了头，再收就难了，拉不回来的。吴曼玲对自己说，即使是错，她也要错一回，就错这一回，不错这一回，她终究是不能够甘心的。要是细说起来的话，吴曼玲最大的愿望还是在端方的怀抱里睡上一觉。这个念头不着边际了，想起来一次，吴曼玲就要慌乱一次。说到底，吴曼玲还是太累了。这么多年了，其实一直在累，一直在逞能罢了，身体其实是吃不消的。要是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顾，踏踏实实的，安安稳稳的，瞎头闭眼的睡上一个又深又长的觉，那就好了。端方要是能够抱着自己，守护着自己，想必也是好的，谁也不会打搅他了。有端方搂着，安全了，谁有胆量去得罪端方呢？他就可以把脑袋依偎在端方的胸脯上，把端方的扣子解开来，一头钻进去，埋进去。他的胸膛是那样的结实，那样的宽广，温暖是一定的了。就是不睡，无缘无故的哭上一回也是好的。他要把什么都告诉他，一边流着眼泪一边说，把心窝子里头想说的话一股脑说给他。混世魔王的事情就不说了，不能的，要是说了，端方会杀了他，要出人命的。那还是不说了吧，就当被狗咬了一口。这么一想，吴曼玲的眼泪下来了。她端坐在床沿上，2只眼睛对着罩子灯愣神。
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。必须让端方当兵去，让他走，他不走，他们是好不成的。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他和端方的事一旦传出去，总归是不好的。吴曼玲在那里愣神流泪，端方却也没有闲着。吃过饭，端方把筷子架在了碗的边沿，推开了，一张脸绷得铁青。沈翠珍看了端方一眼，一声不响地把筷子拿了下来，放在了桌面上。端方的这个习惯坏了，只有叫花子才会把筷子架到碗上去，会越吃越穷的。沈翠珍为这件事不知道说过端方多少次，她就是改不了。自从去了养猪场，除了3顿饭，端方就再也不着家了。一天到晚也不知道他在忙活什么，吃晚饭的时候也没有话，就好像他的舌头被人借走了，有人借还没人还呢。你要是问他话，比方说床上要不要添一床被褥，床单要不要带回来洗一洗，他也不开口，喉咙里嗯一声，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，就知道嗯一下，急死个人了。问多了，他的脸色就不好看了，都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，他就成了这个家里的太上皇了，人人都要看他的脸色。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他回来了，一到家里就没有了动静，简直就是吃豆腐饭了。王存良呢，也不说话，自从红粉出嫁的那一天起，王存良和端方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。当着那么多的人，端方可是没有给他这个做继父的一点脸面。这还罢了，你端方在王家庄交往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都是些什么人？小混混、小痞子、小流氓，赶上乱世，绝对是一群亡命徒。这些人，王存良不想招惹，也招惹不起。早知道是今天的这副模样，当初还让他读高中干什么？做一个小流氓是不用读高中的。现在倒好，端方还当上亡命之徒的总司令了，人家都升官了，恭喜你啦！王存良点上旱烟锅，总结了一下自己的经验和教训。当初死活不该再婚的，后妈不好当，后爸也不好当，尤其是男孩子，含辛茹苦的把他喂大了，到头来你还不知道喂出来的会是怎样的一个祖宗。推开晚饭的饭碗，端方出门了。刚刚来到天井的门口，却发现4、5个小兄弟已经黑黢黢的站在他们家的外头了，在等他。端方走过去，填起肚子，打了3、4个饱嗝。这会儿他哪里有心思和他们一起鬼混？想了想，说：“这样吧，今天晚上你们自由活动吧。”红旗说：“你今晚干什么？”端方把他的话题撇开了，说：“自由活动吧。”把4、5个黑影子打发走了，端方想到吴曼玲的那边再走一遭，无论如何要再走一遭的。体检都通过了，端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死在半路上。走了一半，端方改主意了，突然想起了大队会计王有高。作为王家庄的大队会计，王有高怎么说也是王家庄的2号人物，请他出个面，再帮着撮合撮合，也许是管用的。王有高和吴曼玲的关系一直都不错，他要是说什么，吴曼玲一般都要给他一点面子。这里头是有历史渊源的，水很深，要是认真的推敲起来，吴曼玲能够做支书，还有王有高的一份特别的功劳。撇开王有高是吴曼玲的入党介绍人不说，老支书王连芳倒台的时候，王有高也曾动过顶上去的念头。等他真的活动的时候，王有高发现想当村支书的并不只有他一个。
这就要较量了，较量来较量去，一个半斤，一个8两。而在公社书记的眼里呢，一个手心，一个手背，可都是肉啊。王有高眨巴眼睛了，他的2只眼睛可以说是2把上好的算盘，可以左右开弓，1得1，1 2得2，3下5除2，4去6进1，5去5进1，6去4进1，7上3去5进1。王有高的眼珠子经过一番激烈的拨弄，结果有了。王有高退出来了，他想到了另外的一个人，吴曼玲。吴曼玲有条件把这副担子挑，他用智取威虎山里邵建波同志的唱词向上级组织举荐了吴曼玲。吴曼玲，女，初中毕业，有文化，不怕苦，觉悟高，党性强，作风正派，谦虚好学，做人踏实，群众基础好。王有高的舌头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把大刷子，他用鲜红的油漆一眨眼就把吴曼玲刷成了一朵大红花，而他自己呢，变成了一张小小的绿叶，客观的、谨慎的、心安理得的衬托在了吴曼玲的身边。这个姿态高了，很好，大度、公允、负责任，是一心为公，一切为了事业的姿态。王有高自己也被自己的谈话打动了，眼圈红了，他的谈话带上了抒情的色彩，上级组织洪大炮的眼眶也红了，在感情上他们共鸣了。王有高的姿态给了洪大炮极好的印象，印象就是结论。洪大炮雷厉风行，伸出了2只胳膊，紧紧握住了王有高的手，大声说：我们尊重你的意见，他奶奶的，就这么地了。吴曼玲就这样当上了王家庄的村支书。吴曼玲当然是知情的，你敬我1尺，我敬你1丈。吴支书在王家庄党内的、党外的大小会议上都格外的给王会计脸面。我完全赞同王会计的讲话，吴支书说。王会计，你的意见呢？吴支书说。王会计的讲话精神就是我的精神，我就不重复了。吴支书说。王会计，你还想补充一点什么？吴支书说。王会计在党内和党外的威望，就是在吴支书一次又一次的询问当中建立起来了，很厚，很巴适。威望不是别的，其实就是发言权，就是说话管用，就是你刚刚说完了话，别人总要把2只手举起来鼓掌，不仅掌声脆亮，还要让你看见我在为你鼓掌呢。而没有威望则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？好玩了，你说完了，别人就咳嗽，就吐痰，就调整坐的姿势，就抖动他的小腿。本来不用咳嗽的，嗓子里也要弄出一些声音，听上去极度的不安。然后有人站出来了，说话了，他想谈一谈个人的意见，七扯八扯，最后就把你的意见撂倒了。你的意见就如同放屁，臭味未了，而音讯已无。王有高不在家，端方笑眯眯的弄出一副不在家也不要紧的样子，客客气气的和大辫子扯上蛋了。这还是端方第一次来到大辫子的家，大辫子格外的热情了。大辫子再也没有料到端方这么晚了还会来串门，心里头正在纳闷，可还是高高兴兴地说：是端方伙啊。端方到底是求情来的，有点难为情，虚应了几句，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一双眼睛就在四下里张望。大辫子说：找有高啊？端方笑笑说：没有，我不找王会计。大辫子有些不踏实了，那你想找谁呀？
端方稳当过来了，定神了，嘴巴上抹上了蜜，说：“我就不能来看看大辫子阿姨？”大辫子的脸在油灯底下顿时就笑成了一朵花，咯咯咯的，心里头看见底了。个小杂种，个小油瓶，个糟枪子儿的，你妈都没敢动我女儿的心思，你倒敢了，还跑上门来了。三丫都死在你的手上了，你还想让我的女儿也死在你的手上不成？你做你的榔头梦吧，你喂猪还没把自己喂饱呢。大辫子和和气气地望着端方，说：“端方孝顺了，还知道来看看大辫子阿姨，坐噻。”端方说：“不做了，最近还忙吧？”大辫子说：“忙什么？还不就是1天3顿饭？”端方说：“那也辛苦，我以前不知道，现在为了猪才知道1天3顿也不容易。”这话说的不着调了。大辫子笑了，说：“喂猪不容易，喂人容易。”话说到这儿，味道似乎有点不对了。端方赔上笑，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有点收不起来的意思，人也越来越紧张了。可是也不好拔脚就走，端方只好让开了大辫子的目光，东张张西望望。端方的举动在大辫子的这一头越发鬼祟了，是心术不正的样子。大辫子也不和端方扯皮了，说：“端方，你妈一直让我给你说一个对象，这种事可不能着急。”端方嗨了一声，说：“你别理他。”这么说着话，端方的眼睛已经盯在了墙上，那里有一个大镜框，里头有一张大辫子的女儿放大了的照片。大辫子瞅了端方一眼，更加相信了自己的断定，这小子不安好心了，他的花花肠子已经花到自己的家里来了。大辫子伸出手拍了一拍端方的肩，说：“端方啊，性急吃不得热豆腐，听阿姨的，性急了要烫着的。”其实是威胁了。端方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，哪里能听得懂大辫子话里的话？端方说：“我什么时候急过？我不急。”你听他的口气，你听听端方说话的口气，都笃笃定定的了。他大辫子的女儿都已经是他端方的人了。大辫子动了气，不想再和他啰嗦，说：“端方呢，我还要去看看兔子，阿姨就不陪你说话了。”等于是逐客了。端方求之不得，说：“那我就以后再来看阿姨。”匆匆告退了。大辫子静了一会儿，气不打一处来，他来到天井的外面，对着黑乎乎的巷子厉声喊道：“文芳，文芳，文芳！”端方正在向远处去，就听见大辫子在声嘶力竭地喊女儿的名字。文芳终于在很远的地方回应了一声。过了一会儿，端方在很远的地方就听见大辫子的呵斥声了：“死哪里去了啊？死哪里去了？”文芳似乎顶了一句嘴，中间隔了一段小小的间隔。大辫子的骂声到底从远方传过来了：“你的爹娘老子死光了啊！又娘生没爹教的东西，天一黑就乱窜，不要脸的东西，下作的东西，再跑我打断你的猪腿！”端方在远处听得清清楚楚的，没想到大辫子是这样一个厉害的角色，平日里看不出来的。女儿出去串串门，何至于用这样的恶毒的话去骂自己的女儿呢？端方一个人在黑夜里往回走，虽说是晚饭后不久，但王家庄到底安静下来了，有了深夜的迹象。天冷了，不少的人家已经熄灯上床，只有极少的人家还有一些零星的光。那些光从门缝里披了出来，
扁扁的，是用了吃奶的力气才挤出来的，随后也熄灭了。到处是死一般的寂静，人像是在井底了。偶尔有一两声婴儿的啼哭声，一两声狗叫，都很远，别的就再也没有什么了。满世界都黑洞洞的，端方却还要为自己的前程奔波，其实也是垂死的挣扎了。这么一想，端方突然就感受到一丝凄凉，私底下有了酸楚和悲怆的气息，被他们包围了，无力回天的。王家庄就是他的世界了，世界就是这样了，如此这般了，一点亮没有，一点热没有，一点动静没有，一点生气没有，有的只是看不见的天，看不见的地，看不见的风，看不见的寒冷，还有看不见的远方与明天。端方就行走在黑暗中，一刹那都有点恍惚了。由于看不见自己，端方都有点怀疑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自己了，或者自己被放大了，被黑夜消融了进去。端方立住脚，咬了咬自己的舌头，疼的。端方确信了自己并没有被黑夜消融，还是存在的。这就是说，凄凉是真的，酸楚是真的，悲怆也是真的。混不过去，端方反过来希望这是一个梦，可惜不是的。没有找到王有高，找谁呢？端方在黑暗中犹豫了，直接去找吴曼玲肯定不是办法，事实上希望也不大，还是请一个人在中间迂回一下比较好。请谁呢？实在也想不出什么人来了。端方就觉得自己是一只在黑夜里飞翔的鸟，说不准在什么时候就被什么东西撞上了，不飞还不行，不飞就只能掉下来，最终撞在了大地上。一样的，端方只好抬起头，在漆黑的夜里四下里看。他看见了兴隆家的大瓦房了，虽然大瓦房和夜色一样都是黑色的，但大瓦房到底黑的不一样，它黑的更结实，更实在，更死，瞩目了。为什么不去请兴隆呢？再怎么说，吴支书也是人呢，是人就会生病，兴隆是赤脚医生，他们的关系怎么说也要比一般的人牢靠些。端方黑乎乎的站在兴隆家的门口，突然了，双方都从黑暗当中认出了对方，都愣了一下，不期而然的。端方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莽撞了，怎么想起来找兴隆呢？想得起来的。自从三丫断气的那一天起，两个人其实就再也没有见过面，一次都没有。双方都回避着，都怕看对方的眼睛，尤其是兴隆刻意的躲着。端方突然出现在家门口，兴隆失措了，也有点百感交集。兴隆没有把端方请到正屋里去，而是把端方叫进了厨房。兴隆多多少少还是要防着一手的。兴隆不知道端方究竟要说什么，万一说起了三丫的事，厨房里没有外人，到底方便一些。兴隆的心里毕竟有鬼，关上门，掏出纸烟，放了一支在灶台上，又拿出了一支，自己点上了。两个人都在抽烟，光吸不说话，眼睛也不看对方。端方的眼睛只是盯着兴隆家的锅灶，上上下下的看，
却意外的在灶台上发现了一只酒瓶，还有一大半的样子。端方的嘴巴歪了，笑起来，拎过酒瓶，扒开塞子，放到了鼻子的下面，是酒。端方扬起脖子就是一大口，这一口酒看起来是恰到了好处，具有激活的力量，燃烧起来了。端方满脸的皮都归拢了，集中在鼻梁的上头，眼睛也紧紧地闭上了，是痛苦不堪的模样。但突然端方的表情一下子松开了，像爆竹那样，啪的一下开了，长长的舒出了一口气。端方把酒瓶放下了，说：来一口吧。两个人的目光就都集中在酒瓶上了。兴隆没有说话，他认准了端方还在为三丫痛心，这么长的时间都过去了，他还是不能释怀。看起来他这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了。兴隆的鼻子一酸，眼睛就红了。兴隆低下了脑袋，伤心和自责涌上了心头。兴隆说：端方，我们是好兄弟了，你也不要不好意思，要打要剐你随便，只要你能痛快，怎么样都行。我这一辈子对不起你。端方没有料到兴隆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没有听明白。好在端方是个聪明的人，立即就懂了兴隆的意思。端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仰起头，闭上了眼睛，一边叹息，一边用巴掌在空中摁了几摁，随后拍在了兴隆的肩膀上，拍了3、4下。不说这个，端方说：他没那个命，你救不了他，我也救不了他，早都过去了。我们不说这个，永远都不要说这个。端方把玩着酒瓶，脸上的表情有些迟疑，对着酒瓶说：兴隆，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吧？你一次又一次地劝导我，让我当兵去。兴隆的眼睛抬起来了，望着端方，紧紧地盯着端方。端方也看了一眼兴隆，随即又挪开了。他依然盯着酒瓶，说话的口气一下子急切起来，说：兴隆，你帮我一把，你帮帮我，你帮我求个情，请吴支书放我一马。兴隆侧过脑袋，也就是眨眼睛的功夫，弄懂端方的意思了，同时也就彻底的松了一口气。兴隆说：走。端方说：到哪里去？兴隆说：找吴支书去啊。端方扭捏了，主要还是心里头虚，他重新抓起酒瓶，含含糊糊地说：我还是在这边等你吧。兴隆没有再说什么，一个人出去了。20分钟，也许是25分钟过后，兴隆回来了，直接走进了厨房。对于兴隆这样一个懒散惯了的人来说，他的动作可以说雷厉风行了，难得的。端方心领了。兴隆回来的时候，端方的2只手正紧紧地捂着酒瓶，仰着头望着兴隆，有些紧张，说：怎么样？兴隆瞄了一眼酒瓶的瓶底，空了。兴隆说：谈过了。端方笑笑，有些不自然，说：怎么样？他怎么说？兴隆说：人家说让你自己去一趟。端方说：你说有希望吗？兴隆说：当然有，没有叫你过去做什么。端方只是坐在那里不动，对着酒瓶发愣。兴隆说：还坐在这里做什么？人家在等你呢。端方想了想，也是，自己还是得去一趟。端方用手摁住桌面，一用力撑着站起来了。兴隆想送送，端方说：不用了。端方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喝多了，不只是多，也实在太快了。刚出了门，还没有走出去10几步，冷风把他的骨头一收，酒其实就顶上来了。
很凶，直往头顶上冲。端方就觉得自己的脑袋出了一点问题，老是要往上飘。好在端方的身体好，有足够的分量可以拽得住。为了证明自己并没有喝多，端方开始数自己的脚步，从1一直数到10，一个都没有错。端方很满意，看起来自己并没有醉，但是体重变了，又重又轻，有时候重，有时候轻，一会儿重，一会儿轻，这完全取决于地面的高低了。端方一路踉跄，一路摇晃，摇来晃去，把端方的豪迈给摇晃出来了。端方突然乐观了，无比的自信，认准了自己可以闯过这一关。端方都想好了，预备好了副稿，等到了大队部，一见了面，端方就大大方方地对吴支书说：曼玲，祖国需要建设，但更需要保卫。端方的副稿其实并没有派上用场。端方推开门，还没有站稳，就打了一个9格。利用打嗝的功夫，端方瞥了一眼桌边的狗，狗被拴得很妥帖，看起来吴曼玲已经把它打理好了，不会对端方有什么威胁了。吴曼玲并没有坐在凳子上，而是坐在了床沿，她的左侧放着一盏罩子灯，灯光照亮了吴曼玲的半张脸。虽说只有半张脸，端方还是注意到吴曼玲在这个晚上的异常之处。吴曼玲一下子整洁了，看得出精心的拾掇过了，头发是一丝不苟的，整整齐齐地梳向了脑后，前额则是一片疏朗的刘海，可以清晰地看见齿梳的痕迹，当然还有水的痕迹。而领口也用心了，是中山装的领口，风纪扣扣的严丝合缝，对称的贴在脖子上，里头还压了一圈雪白的衬衣领，若隐若现。吴曼玲的2只手放在大腿上，在床沿坐得很正，安安静静的，有一股子说不上来的妩媚，但更有一股子逼人的英气，逼人了。端方只看了一眼，肚子里的副稿在刹那之间就忘得干干净净，傻傻的望着吴曼玲。看了半天，端方终于看仔细了，吴曼玲一点点都没有咄咄逼人，相反是难过的样子，哀怨得很。吴曼玲终于说话了，她说：端方，你怎么做得出来？这句话没头没脑了，端方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，咽了一口，酒已经醒了一大半。吴曼玲说：端方，我一直在等你，你的事情你怎么能叫别人来替你说？就好像我们的关系不好，我和别人反倒好了，就好像我们不亲，我和别人反倒亲了。这几句话吴曼玲说的相当的慢，声音也不高，但是说到最后，她的声音都打颤了。她的话一下子就带上了伤心的色彩，显然她不高兴了，很伤心。端方的酒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再一次上来了，端方怕了，想都没想，他的膝盖一软，对着吴曼玲的床沿就跪了下来。这样的举动太过突然，太过意外了，连吴曼玲的狗都吓了一大跳，身子一下子缩了回去，十分警惕地盯着端方。端方的心思不在那条狗上，他的脑袋在地面上不停地磕，一边磕一边说：吴支书，求求你，吴支书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放我一条生路，来世我给你做狗，我给你看门，我替你咬人，我求求你。这样的场景反过来把吴曼玲吓了一大跳。吴曼玲望着地上的端方，他的心一下子凉了，碎了。吴曼玲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了，
他转过了头，最终闭上了眼睛，眼泪却夺眶而出。端方，你起来。吴曼玲说，端方，你回去吧。吴支书，我求求你了。酒叫人意犹未尽，端方还在说，口水都已经流淌出来了。第二天上午9点，端方醒过来了，一醒过来就头疼，像是要裂。端方只好用他的双手抱住了脑袋，不管用的，而嘴巴也渴得厉害，就是有1粪桶的水也能灌得下去。怎么会这样的呢？端方就开始想，一点一点的回顾，想起来了，他喝酒了，是在兴隆家喝的，喝多了。可端方能够回忆起来的也只有这么一点点了。喝完了酒干什么了呢？又是怎么回来的呢？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再也想不起来了。端方翻了一个身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老骆驼不在，屋子里是空的，正如他的追忆，一切都是那样的空空荡荡。红旗突然进来了，很高兴的样子。红旗说，醒啦。端方眯起眼睛，脑袋瓜一时还跟不上趟，只是用他的下巴指了指桌面上的一只碗，说，给我倒碗水。红旗拿起碗，扭转着身子找水壶，找不到。红旗说，水在哪里呀？端方说，水在哪里你都不知道，到河里舀去啊。红旗高高兴兴地到河边舀了一碗水，递到端方的面前。端方接过来，一口气就灌下了。他把空碗还给了红旗，说，再来一碗。一碗凉水下了肚，端方好多了，连着打了2个嗝，一股酒气冲了出来，难闻极了。端方自己都觉着难闻。一眨眼的功夫，红旗已经把第2碗水端到了端方的跟前。端方没有接，说，真他妈的烧心。红旗说，怎么喝那么多？端方想了想，侧过脸，不解地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喝酒了？红旗的脸上浮上了巴结的笑容，说，我怎么不知道？告诉你吧，昨天晚上是我把你背回来的。端方笑了，说，是吗？红旗说，你太重了，我的脚都崴了。端方把他的下嘴唇含在嘴里，嘶了一声，说，兴隆怎么没有背我？红旗说，哪里有兴隆，我是从大队部把你背回来的。端方倒吸了一口，说，我怎么会在大队部？红旗傻乎乎地摇晃起脑袋，说，不知道。端方自言自语说，我在那儿做什么？红旗说，不知道，我就看见你跪在地上，在给吴支书磕头。你说什么？红旗重复说，你跪在地上，在给吴支书磕头。红旗的话是一声惊雷，在端方的耳边炸开了。红旗的话同时还是一道缝隙，透过这条缝隙，端方想起来了，隐隐约约地想起来了，自己好像是找过吴曼玲的。为什么要跪在地上呢？为什么要磕头呢？端方在想，可实在是想不起来了。端方望着红旗，紧紧地盯着红旗。红旗不像是撒谎的样子。端方笑起来，下床了，站在红旗的跟前，说，昨晚上你们是几个人？红旗后退了一步，说，就我一个。端方走上去一步，说，你都看见了？红旗又后退了一步，说，看见了。端方再走上去一步，和颜悦色了，说，红旗，你到门后头把那根麻绳给我拿过来。红旗替他拿了，端方说，打一个结。红旗就在麻绳的一头打了一个结。端方说，
给我。”红旗老老实实地把麻绳送到端方的手上去。端方接过麻绳，顺手给了红旗结结实实的一个大嘴巴，迅速地把活扣套在了红旗脖子上，而另一端呼的一下扔到了屋梁上。端方的两只手一拉，红旗的双脚顿时就离地了。红旗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，他的身子就悬在了空中，仅仅是一会儿，红旗的脸就紫了。你告诉别人了没有？红旗两条腿和两只胳膊在空中乱舞，想说话说不出来。还好他的脑子在这个时候反而没有乱，他的脑袋十分艰难地摇动了两下。你到底有没有告诉别人？红旗还想摇头，但这一次却没有成功。他的嘴巴张开了，而眼珠子瞪得极其的圆，都快飞出来了，有了掉下来的危险性。但红旗的眼珠子没有掉下来，相反再往上插，他的眼珠子上面看不见一点黑，清一色的白。端方的手一松，放开了，红旗咕咚一声掉在了地上，瘫了，吐出了舌头。他在地上像狗一样喘息。红旗刚刚缓过气来，就跪在了端方的脚底下，说：“端方，我没说。”端方蹲下来说：“我知道你没说，可我不知道你以后说不说。”红旗说：“我不说，我不傻。”红旗望着端方，立即补充了一句：“我发誓。”端方说：“你发誓顶个屁用！”端方拉起红旗就往外面跑，一直跑到猪圈的旁边。端方从猪圈里抓起一根猪屎橛，一把拍在墙头上，说：“你吃下去，吃下去，我才能信你。”红旗望着屎橛，又看了端方一眼，下定了决心，开始吃，满嘴都黑乎乎的，一伸脖子咽下去了。端方转过头去，一阵恶心。听见红旗说：“端方，我对你是忠心耿耿的。”端方回过头，伸出巴掌在红旗的腮帮子上拍了两下，说：“红旗，我们是兄弟，对不对？”红旗望着端方的眼睛，害怕了，直到这个时候才真正的害怕了，开始抖，身不由己。红旗说：“端方，你要是还不相信我的组织性，我再吃一个。”端方笑笑说：“到河边把嘴巴洗一洗，我怎么能信不过你呢？”